用 SW 做这个大型项目、巨型项目的哈，我们这节课可能对你会很有用啊。就比如说那个食品生产线呀、焊接家具工作站呀、化工行业的工业布局的，再比如说什么玻璃搬运机器人的这种零件数量庞大的设计哈，我这节内容会很有用。我们一直在强调 TDO 是做 SW 批处理的，批处理，你数量越多，我们给你压缩的工作量是翻着番的往上滚的。上一节我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这个智能更名和这个属性格式化这两个命令啊。其实我们呢，除了这种组合打法式的通过属性来改文件名这种方式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啊，这个文件叫什么？789支撑是吧？我们看一眼啊，这边叫789支撑，工程图也叫789支撑。那么我给它改个名叫222，看一眼工程图啊，这边的，看一眼这两个。是不是都跟着变了？在装配下用 F2 重命名这种方式，它也支持连带工程图这种事儿啊。我们这节的主要说明的是属性在我们 SWTDO 中它的标签功能。这个标签有什么用？筛选有什么用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上加热板、下加热板这两个加热板，我想给它个材料叫 ABS 的。你现在是不是选了两个零件，然后给它的材料呀？这是两个零件，你可以像我这样操作，选一个再选另一个。那我这个装配下，假设我有1000件呢，假设我这个装配下有8级子装配，而且这个子装配里边没准哪个零件要 ABS 的，你还能选出来吗？第二个例子，我这边一个空开这个接触器，高压开关，这都是采购部件啊。你想做这个采购的报幕的话，你要给采购部他们一个表是吧？他们才能买货是吧？你想要把这个表格给这个采购部提供，你怎么提供？你要新建个工程图，插入报幕表，然后创建一个报幕，然后导出 Excel， 然后再从 Excel 里边删掉不是采购件的。如果能像我这样直接选中它，然后直接就出这么个 Excel 表，这太好了是吧？第三个例子我这个装配里边，当我讲课的时候，有些零件我要给你讲，有些零件我不想给你讲。那么我先怎么着呢？我先清除它所有的颜色，然后我把这两个零件选上它，空开接触器我给它一个颜色，只有这两个零件上色了哈。现在我其他的零件都不想看了，我就看这两个。那么我是不是可以选中它，然后孤立它，对吧？第四个例子你看我这个装配体里边哈，这个高压开关我就看它这个高压开关，孤立它。这个高压开关它是个装配形式的，装配形式无论你要做什么工作这个高压开关下边这两个零件都是个碍事儿的东西，你知道吧？它如果要是个零件就好了，但遗憾的是我这个里边只能是装配，你在做报幕表的时候非常碍事儿。如果我能把这两个零件过滤掉它，那就好了是吧？假设在这个装配体里边，我希望过滤掉空开接触器这两个零件，用 SolidWorks 原生的方法，你是可以右键零件属性，然后不包括在材料明细表里边的。那么问题来了哈，我做机加工报幕的时候，我可以让它不包括在材料明细表里边。那我做采购报幕里边，它俩偏巧又需要在那个材料明细表里边，这怎么办呢？它俩如果有个标签叫做采购那我不管我做任何报幕表，是不是都可以把它俩单独拎出来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明白了我这个选择这个动作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因为只要我能够选出来这几个键，这些键我就可以做任何批量的处理，而且我们家的几乎所有工具都支持这种多选当你这个零件数量并不是很多的时候，像我这个只有30-40件零件这个选择动作你是看不出来它的用处的。但是一旦我这个里边有成百上千零部件的时候，那你就看出来这个选择动作有多重要了。我们这个筛选动作严重的依赖于我们的 PROD 中心 Production。PROD 是你处理大型巨型装配最强大的工具我这儿用了个最这个最范围不仅仅是我们家工具，就是了解我们的其实也知道我们也在做那个海外的平台敢吹牛逼多少是有一些调查的。我们这个放眼全球我臭不要脸的说 TDO 当仁不让我们这套课就是讲这个核心操作说明我们以前已经做过中英文2版动画了，我们重做这一套说明版，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看不懂我们 Pro 到底是什么的。做报幕表仅仅只是 Pro 的功能之一Pro 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可以从报幕表里边摘出你想要特殊处理的部件，因为我们其他的工具都支持多选批处理所以我们虽然说项目的起点是全场系统但是说到批处理，这个 Pro 的才是我们这套工具批处理的发动机我们在 Pro 的中心里边做了2个 Pro 的命令一个命令是 Pro 的系统，一个是 Pro 的工具。这2个区别， Pro 的系统是基于数据库技术要求的， Pro 的工具它就是个工具。它俩的区别就是有没有数据库是不是捆绑属性字段的区别
这个 Pro 的工具啊，它其实也就是 Pro 的系统功能的50%吧。它是 Pro 的系统的阉割版，应该算是啊。但是因为这个没有使用限制啊，我们发现我们那个当前的用户中使用这个的用户好像更多一些。我们还是主推我们的系统版，因为这才是我们所有功能中最全面的啊。使用这个 Pro 的系统，第一个限制是我们的工作区限制。我们这个项目啊，当前在哪儿？我们项目当前的项目是位置是在我当前的文件。当前所说当前文件路径指的是这个当前文件路径。当前项目 SW 文件路径是我们在取号系统里边刚才建立的那个工作区。我这块为什么急突刺啊？这个是因为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我们也在干其他项目啊。我们不管它，咱重建一个批量自动再建一个项目啊。然后呢，我用这个环境自检来打包整个项目到新建这个项目目录的 SW 文件夹下打包一下。当我们全都进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再重新打开这里边的这个装配。现在它已经移动到工作区了。这个环境自检就是它里边除了这个打包以外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修改模板。我们在第一节课里边很详细的跟你说过了我们的软件是模板加代码我们支持你的模板的自定义。你只需要把我们这个默认的模板，就是你改烂套的，把它删了它。然后呢，我们环境自检是有修复功能的，就是当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删了一大堆模板文件然后我这儿修复功能修复，看模板文件又回来了这就是我们家默认模板，就是不光是这一个不管你删了多少 SWTDO 下的所有文件所有的模板文件，你丢多少。环境自检全都能给你修复，一次性全部修复。咱回过头来说我们这个 Pro 的系统我们个人版的 TDO 中有27条属性作为数据库字段这个有些用户看完我们家属性和他家图纸的标题框中的需求不一样，或者呢他们家有个我们没有的属性，马上这就脑袋死机。这个属性字段属性的名称它只是个名称。张三，这是你身份证的代号，属性名也只是个字段的代号。在我们的操作手册里边就这么3节课要求你一定要学的定制模板，这是基础中的基础，这不是在给我们家学东西，这是你只要用 SW 必须要掌握的东西。这里边几乎没有多少东西是我们家的专属的东西，全是 SW 基础。只有会做模板，你才明白这个属性名是在链接之中，它只不过是一个变量，你想起什么名起什么名，跟这个结果没有关系。没有人会专门打开你零件看看你这个属性到底是什么东西，最终的属性的表象是什么？表象是你图纸，是你工程图，是你的平面图的标题框。标题框上你爱怎么起名怎么起名，你只要把公式写成我们的变量就成了。我们 TDO 自带的默认的模板文件有37个文件，有可能所有文件都给你量身定制的吗？不可能，你得学会改。这个怎么改？我们已经把课程列到这儿了，你要看一看，你要学一学，这是为了你自己学习呢。我们在讲这个属性格式化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属性格式化是可以自动识别钣金和焊接的。那么我现在圈起来这些零件了，圈起来这些零件之后呢，然后我用这个属性格式化，这回我就是批量来了这么多零件被选中了。属性格式化否不保留的原始值了，不保留原始值之后，我们说我们这属性格式化是可以自动识别钣金和焊接的。你看还是在这些选中的状态下，我用 Pro 的，然后创建，我创建的只有这么些高量选中的你看到我这里边有这么多零件，但是只有9个零件被我选出来了，是吧？然后呢，因为我用了属性格式化，所以说它已经在这个文件区分里边把这个钣金这都是钣金件。你看我试一下选中它，看着钣金壳下拉手，钣金盖还都是钣金是吧？拉手是啥东西？拉手是这个这是拉手。为什么把它识别成钣金了？因为这里边有钣金。我们程序有个优先级的问题你这东西既包含钣金又有焊接，它是一个钣金加焊接加实体的焊接而成的东西的话，我们会优先给你识别成钣金。这个合不合理？你说不合理，那我就给你讲讲它为什么要合理